下班了，下班了，下班了。哎，我先走了啊，大家新年快乐！等一下，拜拜，走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哎，等，晚上去哪儿？去看演唱会。好好，走，我们走啦，珊珊，拜拜，拜拜。拜拜。这几天不用到大老板办公室吃饭，也不用再听到什么流言蜚语，禁爱令真好用啊！灰姑娘的梦醒啦，没有王子，没有南瓜车，也没有水晶鞋，可是脚踏实地的感觉真是好啊！哎呀，11点半了，啊，怎么搞得这么晚啊？今晚是跨年，不过奢侈一点，搭出租车回就好了。不过现在，上海的夜景好美丽啊！没想到在上海过的第一个跨年，居然这么安静。上海新年好！大老板，老板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，我以为今天晚上没有人来的，我不是故意闯到你的地方的，对。倒数了。让人厌烦的夏虫声，风车在懒洋洋转着，很不寻常。天和心情都是。其实之前每一年跨年，我都是一个人在这里看烟火。希望你听着。好不现实的感觉啊！这是在做梦吗？不对，难道童话故事真的存在？这才是灰姑娘真正的版本。太无止境的想你表情，大老板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要分走你办烟火的，我也不是故意要闯到你的地方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现在马上就去。写上这诗句，我是一片云，不愿投影你波心。其实这里早就不属于我一个人了。像枫叶的海上，各有各的方向，也许是偶然，这会孤芳的光亮。
这是场什么样的梦啊！我居然和大老板跨年！我是一片云，会投影你过心。不对，老板刚刚一定是想吓死我，而不是想抱我。啊，许先生，你快醒醒，快醒醒！大老板就像刚刚的烟火，很美，但是很遥远。喜欢烟，你可以拥有烟；喜欢火，你也可以拥有火。但是喜欢烟火，你就只能拥有迷恋后的失落，热闹后的寂寞。啊，许先生。我送你回去，大门口见。越是大敌当前的时候，越要镇定。这些情侣能不能低调点儿啊？不是有一句话吗？晒幸福死得快。哼。老板，我到了。那我先上去了。慢点。拿着。谢谢老板。外面天冷，快点上去吧，别把礼物冻坏了。元旦快乐。你是猪吗？时间不早了，早点休息。那我就当你答应了。干什么呀？啊，午餐！啊你啊！上当了！啊！珊珊，你怎么了？珊珊，你咋啦？大 boss 好像在追我。快来！不熟。他是双鱼座吗？不是。你哪来的资讯说大 boss 好像在追我？这样的话啊，这要不是你胡思乱想，也不是你白日做梦的话，那我就遗憾的告诉你，赶紧辞职！你们大 boss 是个大变态。哎，陆双怡，你这话说的不是那么好听啊。是不好听，我这叫话糙理不糙。
他一个丰腾集团大老板追你个财务小助理干嘛呀？怎么着还给你娶进门当丰太太？想也想明白了，大鱼大肉吃惯了的公子哥，想尝尝你这清粥小菜的滋味儿。我告诉你，老资辈的人那都是肉食主义者，老板级别的那是站在食物链的最顶端。到时候你被啃得连汁儿都不剩。你见过这么肥嫩的清粥小菜吗？所以才可口嘛，吃嘛嘛香嘛。哎，而且你们公司不刚颁发完那什么禁爱令吗？这不矛盾呐。我告诉你，办公室恋情不欢而散以后，牺牲的几乎都是女孩子。古人云：“士之耽兮，犹可脱矣；女之耽兮，不可脱矣。”明白吗？他也没文化。就是说啊，你一个小助理，如果你的恋爱对象是你们大 boss 的话，你的下场只有一个。所以说，不如现在有骨气的走。啊？你怎么不明白呢？那合着大老板追我就是为了炒我，是这个意思吧？这说法也太奇怪了吧！哎呀，珊珊，你不是说你要停止迷恋吗？六六，你真的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！不能大老板一回来就影响了我的人生步调。如果想施展美男计，就想让我继续当敲代工的话，也太小瞧我薛珊珊了吧！我不会这么轻易就范的。不愧是大资本家啊，打一棒子给一天脑的手段运用得如此熟练。时间不早了，早点休息。那我就当你答应了。老板也太不厚道了吧！大棒加金元宝外加美男计，糟糕的是，我居然中计了。不能给这些糖衣炮弹所打败，明天就把他还给大 boss。薛珊珊，你要淡定。就这样把礼物送还给大 boss， 会不会太失礼了呀？送出去的礼物泼出去的水，再倒回去，老板不会生我的气吧？大不了用加班费抵保养品，这样总不算白拿吧？这些字母一个个的我都认识，站在一起，这什么意思呢？是法文吗？就这样把保养品放到过期吗？不行，毕竟这是以后我 N 年的加班费换来的。给他抄下来，明天问琳达不就得了？琳达，珊珊，来找老板吃饭呢？啊，不是，我是专门上来找你的。找我的？那个我朋友从国外带来一些保养品，但是上面写的什么我看不懂，所以想请你帮我翻译一下。啊，是这个牌子的保养品啊！我在美国的时候也用过的，国内没有进口的。果然是高端大气上档次，跟他说这是大老板送的，可您跳入黄河也洗不清了。是啊，我这朋友真够意思呢，出国还帮我带小礼物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，
珊珊，这上面写的是法文，老板的法文很好的。啊？薛珊珊。我请秘书师弟公司工作。进来吃饭。吃人家嘴软，拿人家手短。我这又吃又拿的，却要拒绝帮人家做事，好像很忘恩负义。Je crois que ma recommandation que tu grandes max。可是如果不拒绝的话，将来还得继续吃，说不定还要继续拿，循环反复，那我岂不是要从挑菜工变成包身工了？不行，宁可做小人，也不能做包身工。前者是人格问题，后者可是人生问题呀。实在不行，你可以问百度啊。把这个拿到公司来，你不觉得丢人，我还觉得丢人呢。看不懂法文很丢人吗？忘记问度娘很丢人吗？我不过就是个小财务，拜托了吧，大人，别再用超高的标准要求我了，好不啦？再说了，丢人也是我丢人，干你什么事？过来。这第一个是毛孔收缩嫩肤精华，第二个是成分，第三个是茶树萃取液，第四个是甘油，这最后一个是透明质酸。记好了吗？啊？把你招进公司来，真的是人事部的一个大问题啊。是吧是吧？你就尽管打击我的能力好了，证明我只能胜任挑菜工一职。为什么我竟然觉得大老板现在低头写字的样子很温柔？明明他一副不耐烦的样子。哎呀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肯定被下蛊了！怎么会产生这样的错觉啊？好了。谢谢老板。吃饭。有了。老板，为了提高专业水平，为了将来可以为公司更好的服务，我打算考 CPA， 所以中午我要好好的复习，所以中午不能再来当挑菜工了。所以你嫌办公室太吵了，要从明天开始，在我这里复习。薛珊珊呀，薛珊珊，就你这智商，你就真的只能挑菜了。你居然跟大老板说要考 CPA， 你这不是要把自己往死里逼吗？这些是什么呀？ CPA 教材。啊！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了。你这是什么呀？这是 CPA 的教材。
选书都不会，怎么考得上？那个大 boss， 我决定了，无功不受禄，我不能白用你的保养品，所以我决定用加班费来抵消。哦，保养品你用了？嗯。看来要正确时间，很好啊。你就看琳达帮你准备的书吧，以后每半个月考试一次。啊？考试？为什么要考试啊？考试？不会吧？不考试怎么能有进步呢？可是我还要上班呢。那就星期六过来。星期六。休假不用上班。我有说过让你过来上班吗？我是让你过来考试。我总记得有人跟我说过，要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，更好的为公司服务。是吧？那考1门、2门、3门、5门，不可能一下考过了。考试的时间还有1年，还长着呢。原来他居然知道什么时候考，至于吗？至于吗？至于吗？而且我有办法让你过。是，真的？只需要一句话。什么话呀？不及格，扣工资。扣工资？我不要扣工资，不要扣工资。石珊珊，过去。乖啊，要不然我扣你年终奖。年终奖，工资，我终于领悟到一个真理，正所谓与天斗其乐无穷，与地斗其乐无穷，与老板斗其傻无比。新的一年才刚刚开始，我怎么会是这样的悲惨人生？不但要继续做我的挑菜工，还要时不时面对大老板面临心脏无力的危机，还要成天与书为伍。虽然我想停止迷恋，但我也没有想与世隔绝呀。我竟然为了几罐保养品，误会大老板对我有意思。真又是小看了我自己，更是小看了大老板。男人喜欢女人，虽然不用像小莲那样搞排场，好歹也是送花送戒指。这些书和保养品是怎么回事呢？大老板应该把我的学历背景查得彻底了，又不好意思让我走人，才想办法充实我的内在与外在，充其量只是为了丰腾集团的面子和里子。不过擦了几天乳液，软绵绵的，手感比以前好多了。话说回来，其实我长得还在正常范围之内吧？怎么就没人搭理我呢？明明公司也不是没男的呀。要是有人追的话，哎呀，大老板，你怎么可能进厨房洗碗呢？别闹啦！
了大老板！啊，哎呀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！等考上 CPA 之后，一定赶紧找个男人了，不能整天这样胡思乱想，迟早会疯掉的吧。哎，珊珊，哎，阿梅，早啊！早。哎，这个你也参考一下吧。啊，这是什么呀？员工旅行的资料啊，你不知道吗？分团员工每年都有一次公费旅行的机会。哦，今年也要去啊？对啊，今年老板办公室啊，原本抽到的是跟人事部和研发部的行程，但是他说不想跟着去，所以就决定跟财务部一起去啦。珊珊，我们可以一起去旅游啦。大老板也要去？那你们是去旅游没错，我是去修行的吧？除了挑菜，还得当扛夫。你们去玩，我去可太辛苦了。阿妹啊，那个，好像这个员工旅游需要满1年吧？不满1年的员工自己补贴金额也可以去。那真是太可惜了，我现在手头有点紧，不能再花钱了，所以就你们去吧，玩得开心来啊！太好了，赚到一个周六在家里睡大觉。可是老板已经替你缴费了耶。啊？所以珊珊，那礼拜6 7点见啦，拜拜。你知不知道，今天大老板会和我们财务部一起去旅行？哎，真的假的？哎，大老板不是一向不太喜欢参加这种活动吗？这次怎么这么心血来潮？难道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？应该是某人的面子够大吧，托他的福，我们才可以和大老板近距离接触啊。哎，对了，阿佳，你未满年资吧？未满年资怎么了？就算是贴钱我也要去，因为大老板要去啊。哎，我来公司都这么久了，还没见过大老板几次，每次都只能远远的望着他。哎呀，别说是你啦，像我们不也都这样吗？哪像人家珊珊呀，直通天庭，天天在圣上面前行走。哎呀，我们再来看这个吧。原来大家都是这样想我的，看来我真的是生在苦中却被看成是福。也只有我自己知道，老板要跟我一个团，肯定是怕外面有他不爱吃的东西，所以要我这个免费的长工，随时随地的帮他挑菜。老板，那个，看中什么菜，都是你的。不是，那个，关于那个员工旅行。员工旅行怎么了？员工旅行，我不想去。哦，不想去。天哪，我居然说出口了！那是想留下来考试。考试？老板，能跟你一起旅行是我的荣幸，我后天一定准时到啊！7点集合对吧？那我就故意迟到半个小时，等到7点半甚至8点出现。集体旅游肯定不会等我一个人，到时候大伙儿走了可不怪我呀，到时候我就怪上海的交通好啦。这是属于客观的不可抗拒的力量，而不是我主观意愿的问题。所以接下来只要到警卫大叔那里报道一下，那就有目击证人了。保安大叔，他们都走了是吗？哎呀，我在高架上堵了半个小时啊！我怎么这么帅呀？哎呀，我的员工旅游啊！我的人生真是太悲惨了，我期待已久的旅游啊！
珊珊，快坐呀，坐这边。赖着干嘛呀？坐这儿。快。老板早啊，老板。不早了。大老板该不会真的等了我1个小时吧？老板，那个，不是说是7点出行的吗？你听错了。我没有啊。既然是7点钟，那你为什么8点才到？薛珊珊，你这个白痴，这么问不是摆明故意迟到了吗？其实我想说的是，7点集合，为什么你们还没走啊？对呀，老板，你说的对，是8点钟集合，是我记错了，我记错了。阿梅，阿梅，到底是几点集合呀？不是说7点集合吗？哦，本来是说7点的，然后老板说太早了，就改到8点了。哎，你不知道啊？我怎么会知道啊？根本就没有人告诉我。奸商，奸商，奸商，真是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啊！珊珊来迟了，却发现封腾还在等。老板，这个包怎么能让您亲自拿呢？我帮你拿吧。我还亲自上厕所呢。那个，没关系的，我来帮你拿吧。我身上不背东西，老觉得不踏实，我来帮你拿吧。哎，我帮你拿吧，没关系的。那女孩是谁啊？哦，我路上不是跟你提过吗？就是给我献血的女孩子，叫薛珊珊。你跟我说她挺特别的，我感觉挺一般的，哪儿特别了？我哥喜欢她，特别吧？还特别扭啊？走啦。李叔。哥。冬月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老公出差了，带着投资部的人去海南，难得哥哥选的旅游地点近，我就带着我的好朋友丽叔一起来了。走吧，在这儿聊什么？走吧。冬小姐，丽叔小姐就是你的姐妹淘啊？这是丽书店的老板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我那天路过丽书店的时候，看到那个著名主持人向丽书小姐求婚，她仗势可大了，还有很多媒体在那报道呢。你都知道啦？不是每一个女孩子啊都会被名利左右的，对吧？丽书呢，从小就跟我还有我哥一起长大，我们是特别好的姐妹，跟我哥呢就像哥们儿一样。果然，老板的哥们儿也是老板。先过去一下啊。我哥让你替他背包啊？没有没有，这是我主动要替他背的。他没有拒绝吗 ？Oh my god！ 天哪，他最讨厌别人碰他东西了，他会爆炸的。这是我抢过来的，是将不功补过用的。不会吧？你那么怕他呀？难道他没有像……没有什么？千万别说是想把我炒了。没有对你好一点吗？我回头说说他。不用不用，风雨小姐，这种事情不用你亲自去说，而且老板那么忙，他哪有心情管我呀？万一你说了什么，他一个不悦，我除了挑菜背包，搞不好还得帮忙擦鞋、捶背。珊珊啊，我跟你说，
女人呢，最幸福的就是找一个爱自己的男人过日子。虽然工作很重要，但这世界上呢，还有很多事比工作还重要，对吧？我会加油的。加油！加油！原来你喜欢这种女孩啊？怎么也不跟我介绍一下呢？这不是让你们碰面了吗？所以你今天呢，不是叫我出来玩的，是让我来当亲友团鉴定女朋友的。我和她还没有正式交往。如果非要鉴定的话，我觉得她似乎，还好。我还就是喜欢她的还好。你不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的感情和家庭背景、经历、学历没有任何的关系吗？我只要负责在外面赚钱养家，他只要负责还好就好了。看起来倒是挺懂事乖巧的。那你为什么让人家帮你拿包啊？像佣人一样，你不心疼啊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他那是在守护自己的食物，跟我没有关系。哎呦！哎呦！啊！哎，你们，哎，去哪儿？等等我！等等我！刘珊珊，喂啊！人呢？走小路。你可以呀，速度不减当年啊！难道我还不如你？来，没有看到他呀？哎呀，都几点了？就是啊。哥，你看见珊珊了吗？他没有回来吗？这也没有人。你们看见珊珊了吗？没有啊。我打个电话吧。没人接。哎呀，他不会出事儿了吧？
你怎么了？我脚扭到了，我好痛！不行。怎么办？好疼啊！动不了了，怎么办？我背你。爱开始在我们的故事中。老板，要不你放我下来吧，我自己走。感觉你流的每滴汗都在嘲笑我的体重。嘲笑你怎么了？就是嘲笑你自不量力。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？薛珊珊，对不起。是风中的诺言，许下的承诺是永远，绝不会搁浅。当我凝望你双眼，你是否会看见幸福一直默默守在身边？薛珊珊，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。什么错误啊？眼中的你就是我的整个世界，深深的爱上你，你能否察觉这份爱太浓烈，否定你犹豫不决，我的心我不会再丢下你一个人难过，却什么都不做。什么意思啊？这可不像是一个老板对员工说的话，更像是童话故事里白马王子跟公主说的话呀。你是否会看见幸福一直默默守在身边？除了前锯腓韧带有些挫伤，其他结果呢都很正常，没事。医生，那个前锯是古文吗？就是脚扭伤的意思。多久能好？好好休息的话，也就1个星期吧。谢小姐今天就可以出院，如果想在医院待几天也可以。啊，回家！这医院住1天得多少钱啊？应该挺贵的吧？我回家买个膏药，贴个3、5天的就能好。光付医药费，脚好了，命都没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那我就请护士帮忙办理出院手续吧。好。干嘛这样看着我啊？我知道这应该算工伤吧，而且对你来说9牛1毛，但我不是财务吗？为公司省着点也总是好的呀。吓死我了你！你这脚怎么了？哎呦，没事，就是扭伤了。脚扭伤，你跑什么 VIP 呀？你其他周小姐的人大错了，对不起，让她一个人落单，所以才会受伤。你们公司怎么回事啊？还真是挺莫名其妙的。这员工不想去旅游不行，去了又不照顾好人家的安全。这员工旅游不就是团队行动吗？怎么就让我们家珊珊落单了呢？就是。溜，别说，公司的大老板，方腾集团的。
说的那个金字塔的最顶端，食物链的最终端，你注意点。刚才不好意思啊，不过该说的我还是要说的。既然是老板，那招聘的时候就应该知道我们家珊珊的血型比较特殊。今天幸好是扭伤，万一出血了怎么办？老板的妹妹是千金，那我们家珊珊也是我们薛家的掌上明珠。溜溜，大老板，那个这是我堂姐薛溜溜，这位是我的闺蜜陆双怡。嗨。你刚刚说的没错，非常抱歉。人家大老板，人家是愿意负责任才留在这儿嘛，啊？跟谁撒气你也别跟大老板撒气，万一有点什么事儿，他以后怎么办？丽叔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郑琪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跟风腾比赛的时候比疯了，我也没想到他会受伤呢。你说珊珊啊？不是，我听说没什么事，只是扭伤而已，并无大碍的。哎呀，都是我不好，我明明知道风腾这个人急不得的，我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要找他比赛。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会迷路，你说现在怎么办呢？行了啊，别慌慌张张的，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意外而已嘛。你说我们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，我一见面你就慌慌张张的，我印象中的袁丽叔可不是这样。没事啊。就这么和人事部交代。怎么样了？珊珊好点没有啊？都是我不好。没事儿。要说谁的错，都是我的责任。郑琪，明天去韩国的事情可不可以先缓一下？哎，我还正想催你呢。美国艾索尔投资也对 KM 有兴趣，正在积极的与对方接触。我已经让严青稳住对方了，等你明天过去。没事的，你们去吧，珊珊交给我，放心。多谢。慢点。哎呦，行吗？你这个？慢点。1、2、3。哎呀，行了，来，先放这儿。到家了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真不容易。哎呦，慢点儿。你不疼吧？不疼吧？你使点劲，好。好像你脚小。珊珊，我买了点水果，这放哪儿？啊，那给我吧。袁小姐，你看都折腾一天了，辛苦你了，你赶快回去吧。啊，我没事儿，平时这个时间书店也没打烊呢。哎，我记得王叔给你叫的那个看护应该是明天上午6点到吧？要不我今天晚上就住这儿，这样的话方便你有什么事叫我。这不行啊！这怎么？你看我们这房间这么小。谁说我们太小了？我们家房子地儿多大呀？再说了，我能照顾你，就不用麻烦你了啊。你就放心吧。是啊，那个双姨也能照顾我。其实，要不是风小姐坚持，连看护都不用的。不只是她坚持，我跟风腾都坚持。要不是我跟风腾比赛比疯了，也不会害你的脚受伤。哎呀，你别这么说，是我自己太不小心了。再说了，这是公司集体活动，再怎么算也算不到你头上，你别放在心上啊。就算是你把这笔账算到风腾头上，可风腾的事也是我的事啊。珊珊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会好好照顾你的。那谢谢你啊。风腾的事也是我的事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丽叔是在暗示什么？
还是我想多了？明天我要出国，照顾好自己。多照顾自己。老板也太奇怪了，自从在太湖背我之后，就像是被我上身了一样，这也太奇怪了吧？我不会再丢下你一个人难过，却什么都不做。不过，柳柳和双怡都说的有道理。那个袁丽书态度很明显，是吧？不过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。现在有点能力的男人啊，明明自己已经有女朋友，却还是会不安分地对其他女人放电。刘承浩不也这样？绝对不是这样的，我一眼我就看出来是袁礼书自己上杆子喜欢冯唐。你分析分析啊，要是男女朋友说清楚不就完了吗？他干嘛还说，他跟我封腾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他没必要强调这些啊。我也是现在才明白，这男人对女人放电不一定是喜欢她，只不过是想享受暧昧时的成就感罢了。这完全是袁礼书制造的假象。我可是爱情专家，我的话不会有错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只要你不为所动，那老板毕竟是老板，他的私生活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不过话又说回来，这就是袁礼书习惯性的主权宣誓。他对每一个接近大老板的女人都这样，不只是对你。啊？反正不管结论什么样，结果只有一个，就是老板怎么会喜欢我呢？一路顺风。别忘了回诊。生病比上班还要准时，大老板，你这是要逼死我的节奏吗？谢小姐，早餐准备好了，袁小姐来陪你吃饭了。啊！珊珊，早！这么早就过来了啊？我不知道你平时喜欢吃什么，所以我就按照我的方式来准备啊。坐。哇，这么丰盛，你还说多多包涵，我才不好意思呢。那就不客气了。其实风腾呢也是喜欢吃中式的，不过要是他跟我在一块吃，一般都会配合我。哦，风腾是你的，风腾是你的，一边照顾我，一边帮我洗脑。